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郁金香的频道。如果你最近正在研究怎么在美国注册一家自己的公司尤其是在加州注册一家 LLC， 今天这个视频就非常的适合你。那今天我会直接手把手带你看到在2026年呢，在美国加州到底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去注册一家 LLC。那么 LLC 呢，就是美国很常见的有限责任公司。这里整个流程呢，我会尽量讲得简单一点，用大白话的去给大家讲。那么给大家讲的通俗一点大家一听就明白。所以不管你是想自己动手去申请，还是想图个省事儿直接找注册代理帮你呢一条龙搞定。那么今天我会给大家讲两种方式呢有什么区别，分别适合什么人、什么样的人让你尽量少走弯路。所以如果你刚好在考虑做跨境电商做跨境收款、品牌出海，或者说想提前在美国把公司的主体搭起来，那今天这期视频呢，你一定要认真看完。那么很多新手第一次注册美国公司呢，很容易踩坑。那在视频的最后呢，我也会提醒大家大家不要着急往后面跳很多人注册公司的时候被打回，其实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公司的名字没有取对。所以呢，这一点我会在前面先给大家讲清楚。今天我会告诉大家怎么样把你的公司注册下来，怎么样避开那些常见的错误以及后面怎么样满足加州这边的一个合规要求。首先第一步就是取对公司的名字先说一个很多人都一开始没有注意到的地方在美国加州里的 LLC 的名字呢，必须要满足3个主要的规则。第一就是名字上面必须要带上 LLC 或者任何官方认可的一个缩写形式。第二呢，你的公司名称呢必须和加州州务卿办公室现有的档案里面的公司名字呢区别开来，不能太像。第三呢，就是尽量避开一些受限制的词汇，比如说银行保险股份公司，或者说任何让人误以为你是政府机构的一些词语。那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如果你喜欢某个名字，想要把它作为你的公司名字那么一定要先确认一下这个名字呢它能不能用接下来呢，我就直接演示给大家看怎么查这个名字到底可不可用。现在大家所看到的这个网站是加州州务卿的一个官网它的相关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那么你第一次点进来看到是它的首页在左边这里你可以看到这个是它的首页。我们直接点击这边有一个左边这儿有一个搜索框，那在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这里就会出现一个搜索框。这个时候你可以把你的公司名字输入进去如果说你的名字还没有想好也不要着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 AI 来帮我们想一下。比如说我这儿用的是一个 ChatGPT， 这儿我使用到的是 ChatGPT我用的是它的一个 Plus 版本这儿我给他一段这样的提示语比如说我准备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呢准备注册一家公司我是中国公司，我的公司主要是做电脑主机的帮我想一个公司名字，要符合加利福尼亚公司的一个要求直接发送给 GPT。 好，这里可以看到GPT 分分钟就帮我们想出来了，思考了17秒这个就是 AI 的一个强大之处。那么如果说你还没有 GPT 你可以在我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和置顶评论呢找到 GPT 的一个成品账号，可以直接去购买一个现成的一个 Plus 账号或者说如果说你还用的是一个免费版本也可以通过这个视频下方的代充平台呢去帮你来升级成一个 GPT Plus因为 GPT 我们平时使用的太频繁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好用的一个助手。如果说我们个人你自己用你的国内银行去升级有点麻烦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升级相关链接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找到。这里名字已经出来了它是按照加利福尼亚公司的命名规则来的这样更容易通过。好，这下面可以看到有偏品牌科技感的，有偏这种电脑的下面有注册通过率更好的名字这里比如说我们这儿我们复制一下这个来到这里我们把这个名字给它输入进来，点击一个搜索，可以看到下面呢目前没有搜索结果，就说明这个名字目前它是可用的所以希望大家查出来名字下面没有任何的信息那这个就证明呢这个名字是可以用的。如果说已经有了，那么代表就已经有人在使用过了。所以呢，如果你的公司有重名，下面就会帮你显示出来如果说你搜出来别的公司的名称，那你就得必须换一个，已经有人使用了的情况下，你要换一个
因为只有你的公司名称不够独特啊。那么只能说明一点哈，你的公司名称比较大众化啊，不够独特，或者说和一些现有的公司的名称太接近，州政府那边会直接把你的申请驳回啊。这里我们再换一个再来试一下啊，这里啊，我们也可以把后面这个先去掉看一下啊，可以看到它下面是没有的，那么说明这个名字基本上没有问题哈，可以用。那这个公司的名字哈，我们也可以把它复制一下哈，把它注册成一个域名，以后呢作为你公司官网的一个域名。在国外呢，注册网站、注册域名，我这儿使用到的呢就是这个啊，大家看到的这个页面就是 Hostinger 啊，它的相关链接呢，我也会把它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我之前也分享过关于注册公司网站的一些教程哈，有兴趣的伙伴可以去看。因为我们既然要注册一个公司哈，做一个公司的网站啊，这一家公司其实是最基本的一个要求哈。这儿我之前有出过一期哈，公司网站怎么搭建哈，有兴趣的伙伴可以来看啊，这个右上角这里会有相关链接。那么我们直接在左上角这里点这个服务哈，在这里有一个域名搜索，好，直接在这里呢把刚才这个名字输入进来去查找域名，点击搜索。啊，你可以查一下，这下面有一些相关的域名哈。那还有一点，如果说你还没准备好马上注册，可以先把这个名字呢预留60天哈。那么我们回到刚才的这个页面，如果说你发现这个名字能用，那我们就可以先把这个名字呢给它啊先保留一下。做法很简单哈，我们点击左边这里有一个啊，这我把它翻译一下，这有一个表单，点击这个表格哈，鼠标往下拉，这里有一个名称预留啊，你去点一下它。啊，这里可以看到哈，这儿在线申请费啊，大概是需要$10啊。公司名称将保留60个日历。那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在你还没有把资料准备齐之前呢，别人也不能把这个名字抢走。有需要的哈，你就直接点击这里呢，在线去提交就可以了。如果说你暂时还不打算立即提交美国公司的一个注册，那这一步非常重要哈。这个入口大家记清楚哈，就在这个左边的表格这里有一个实体名称预留。那你去点一下它呢，会跳转到一个啊，你直接鼠标往下来点一下它啊，这里去点一下哈，它会让你去注册一个账号啊，大家按这个提示去操作啊，这里需要你去注册一个账号哈，按提示去进行操作就可以了啊。这里我先点一个返回。好，接下来呢，那你的公司名字已经确定好了，就可以进入到第二步，那么就是选择注册代理。那所谓注册代理呢，就是大家可以简单的把它理解成啊，专门替你的美国公司接受法律文件和官方通知的人或者公司，比如说法院的文件啊、政府的通知、税务的表格，凡是寄给你公司比较正式的一些文件呢，通常都是由这些注册代理人来进行接收。这个注册代理人必须要有一个加州的实体地址，或者说本身就是一家已经获得加州授权的实体的一个企业。那在选择注册代理人这件事上面啊，大家也有3种选择。第一，你自己来当注册代理人啊，这个是完全免费的啊，但是你必须要有一个加州的一个地址。第二种，你可以指定你的一个朋友或者家里人来帮你做这件事情啊。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啊，不管你是选择第一种还是第二种，只要是你自己当注册代理人，或者让你的朋友、家人来当，那这个人的姓名和地址都会变成公开的信息。也就是说呢，前面我们查公司名称的时候呢，如果点开任何一家公司的资料，通常可以直接看到代理人的名字，还有他们完整的一个地址。所以说啊，这里呢，为什么呢？大多数的创业者最后他会选择第3种方案，也就是找专业的注册代理来进行处理啊。这种服务呢，一般呢，每个月呢大概是$10至$12左右。除了帮你处理相关的文件之外呢，还有帮你保护隐私。这种专业的注册代理哈，他们会帮你接收法律文件啊，把你的家庭地址隐藏起来，还会提示你各种截止的日期啊，避免你不小心呢错过时间，导致公司失去正常的一个合规的状态啊。所以这儿呢，我推荐大家使用这一个注册代理啊，它的名字叫 Lawflast， 就是一个西北注册代理。这里西北注册代理的相关链接呢，我也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和置顶评论区。那这里很多人喜欢他们的一个点呢，他们会帮你把收到的所有的邮件扫描上传到你的账户里面啊，这样你就不用等各种纸质的邮件寄到家里啊，直接拿手机或者电脑查看就可以了哈，这一点非常的方便。
当你的注册代理人这一步确定好以后呢，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第3步，也就是正式提交你的公司的一个组织章程建设文件等一下呢，我会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怎么样来提交相关的一些资料哈。其实找注册代理呢就非常的简单现在呢，西北注册代理的相关链接我也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了大家可以打开相关链接你可以暂停视频，打开进来跟着我一起来看一下。点进来之后呢，这里可以看到西北注册代理它的注册是39元的一个39美元的一个套餐再加一个周费。那这个39块钱里面包含了什么包含了一个免费的商业地址，包含免费邮件扫描，免费的电话号码，免费的电子邮箱。可以看到它第1年的费用呢就是这个39美元的价格。好，接下来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通过我的视频下方的链接进来就会直接来到注册代理的页面。这我们用注册代理来注册公司的话非常简单不需要你肉身去美国我们只需要在线提交一些资料就可以了这里我们就来填写一下相关的信息去提交就可以了。英文不好的朋友这里建议装一个沉浸式翻译可以看到他说成立一家新公司，那这里呢，我们的这个里面它的订单里面是包含了向州政府提交的成立文件，1年注册代理服务，免费的域名网站电子邮件，还有续期的一个提醒和续期的申请。好，我们接下来往下拉，公司的类型的话，这儿我们就选择这个 LLC 有限责任公司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这里选择你要在哪个州注册比如说加利福尼亚州你想选其他地方也是可以的这里面比如说特拉华州又或者说爱华达州或者说是内华达州这些都可以它每个州注册的费用呢它是有所不同。比如这儿我换一个德克萨斯州它的注册费用就是310美金。我看一下这个内华达州它的注册费用就是436美金。我们这里看一下加利福尼亚州它就有2个标准第一个标准呢是3天处理完成了90美金，第二个加急1天内处理完如果你要加急那费用就更高是440美金就1天时间帮你搞定。其实大家在不着急的情况下时间就3天没必要去花多余的钱去处理。好，接下来大家可以看到右边这里就是基础套餐是39，再加上一个州政府的一个费用90美金。这个呢也可以叫做是一个备案费这个90美金。那备案费不管是你在哪个注册代理呢，哪个注册区都必须要交，不管你是用西北公司还是用别的一些注册服务平台还是你自己直接去州政府去申请，那么这个90美金呢都是必须要交的。所以这儿呢大家可以看到一共加起来就是129美元。那花这个价钱呢，你还能拿到1年免费的注册代理服务这个平台其实这个服务平时其实单独购买的话，它也是价值125美元左右另外呢，它还提供美国本地的一个客服支持所以如果说你在中途有任何问题的话，你也可以直接给他们打电话或者发邮件通常当天就会回复你。好，下面可以看到它这里有个了解比如说州政府的一个收费续期申请服务怎么运行这有后期你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这就直接再点一个继续。好，接下来就是填入你公司的一个名称，或者比如说我们刚才用这个 AI 想好的这儿随便复制一个。那么这儿有个商业目的这个商业目的是干什么的呢？这个呢，那如果说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你也可以交给 GPT 这儿比如说我截个图这儿发给 GPT 这里我应该怎么填写？好，直接点击发送其实这个也不是很重要几句话说明你公司是做什么的比如说相关的一些服务这儿比如说它有简洁版的，也有写的多一点的，这儿我们就直接复制一下把它粘贴到这个里面。接下来呢，这里呢他问你将所有的法律通知的副本发送给你的律师。如果你有律师的话，你可以把这个副本发给你的律师。如果说你没有律师的话，这儿我们就直接选这个 No 就可以了。好，接下来呢，再来的注册代理的地址的这一部分这里非常重要，因为这个地址会作为公开信息提交给州政府，也就是别人是可以查到的如果说你用的是西北注册代理地址，那你这里可以点开我们就用这个推荐的注册代理地址就可以了这样你的家庭地址就不用公开隐私会更安全一些。
好，下面这个邮寄地址，这里同样我们还是选择这个注册代理地址。好，接下来填好之后，我们点继续。好，接下来填的是公司的成员管理方式。那这里管理方式有2个，一个是成员管理哈，另外一个是经理管理。如果这家公司平时就你自己在经营，自己在管，直接就选择第一个就可以了。啊，这个是小型企业个人创业者最常见的一个选择。如果你有合伙人啊，或者说你想指定一个专门的人去负责公司日常运营，那么你可以选择经理管理啊。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呢，都是一人公司，那么我们直接选择第一个就可以了。好，下面这个就是你公司的成员啊，填一下你的姓、你的名。如果说你的公司不止一个成员，那么你可以点击下面去添加成员哈，把另外的成员也可以加进来。在下面呢，就是向州政府备案的地址啊，我们还是默认选择这个州注册代理地址。那我们点一个继续。好，接下来呢，这里就是一些附加的一些服务哈，比如说第一个哈，就是EIN， 也叫税务识别号。那这个东西非常重要哈，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公司的身份证、社保号。你以后开公司银行的账户雇员工报税，基本上都要用到这个 EIN。如果说你有公司的社会安全号码比如说 LSSN 的话，你可以加一点钱呢，让他们去帮你办理。相信很多朋友一般也没有美国那边的社会安全号码，所以你可能需要让他们去帮你办。也就是说呢，你可以把这个办 EIN 的服务呢，直接交给西北公司让他去帮你办。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办哈。那么郁金香呢，之前也出过EIN 的一个申请这里在我的首页搜索一个 EIN 这里如何去申请美国的 EIN 有申请的一个教程有兴趣的伙伴可以来看一下。那你要是新手的话，我推荐你直接使用西北公司官方让他去直接帮你申请就可以了。因为自己弄的话，自己不会的情况下你会搞得很头大比较麻烦。还有这里呢，有一点需要注意，如果说你打算自己申请这个 EIN， 那么你也必须要等到政府正式批准你的公司之后呢，才能去申请也就是说呢，这一步也没有必要立马去做。这一步呢，你没有办法马上去做也正因为这样，所以大家可以直接找上这种注册代理公司一起帮你办就 OK 了。除了 EIN 呢，那西北公司它还提供一些其他的服务比如说C 公司税务身份的一个选择商标的一些注册。那么下面这些不需要这些你不用去勾选它就可以了。我们点下一步。接下来就是填写你的联系方式填你的姓名你的电话号码，还有你来自哪个国家这里你可以填写你自己的正确的联系方式你来自哪里你就填哪里，比如说中国你就写中国这儿如实填写就可以了这主要是体现你的联系方式这个不是公司的一些信息。好，接下来又到下一步，这个呢就是创建一个后台的账号创建一个账号。那么你要输入一个你的电子邮箱，要创建一个密码，以后就是用来登录这个 Doflast 公司的后台你公司成立后呢，你需要进西北公司的后台可以看到一个相关的进度。密码它这里有要求你去设置好自己把这个密码邮箱记住好，下次来就可以直接登录进来。好，接下来最后一步呢，就是一个付款付款这儿你可以用信用卡付款。这里如果说你在没有任何的一些其他的附加的一些功能去选它的全部费用就是129美金。那如果说你想让他帮你申请 EIN 的话，可能最多还要加200美金可能需要300多美金。接下来你就直接这里去提交订单就可以了。那么提交付款完成后，系统会把你带到西北公司的后台在后台你可以看到你的注册代理的信息，也可以设置你的网站电话企业邮箱以及其他的正式开展业务可能需要到的东西。同时你还可以在后台来查询你的订单的进度以及系统预计完成的时间。等你的公司被州政府正式批准以后呢，那你的组织章程LLC 的设立的文件就会出现在你的账户里面。那么如果说你在前面还加购了这个 EIN 的服务，那你的税号也会一起出现在你的账户后台。到这儿就整个的一个注册的流程呢就完成了。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们使用这种西北公司这种专业的注册代理帮我们来进行代办的话，整个流程都是非常简单的我们其实在家就可以完成。西北注册代理呢这一家公司呢也是一家非常老牌的一家公司了它从1998年就已经成立了到现在的2026年，它已经存在了
很长的时间了哈，是一家非常专业的公司哈，是比较信得过的公司。如果说你想自己办呢，当然也是没有问题哈。如果你想自己去州政府去申请的话，也是可以。做法去找加州的自己去提交一些 LLC 的一些表格啊。这一步的话，州政府的它的申请费用呢，大概是在$70。等到你公司批准以后呢，你还需要在90天内再提交一份信息申请表表格的编号是 LLC-12。这个呢也是需要几十美金，也就是说，如果你自己办，确实可以省下来西北公司这个$39的服务费，但代价就是所有的材料都必须你自己去处理，自己盯进度。等州政府完成之后呢，还要记得在90天以内呢补交第2份表格。所以就很多人呢，他就愿意去花$30多直接去找注册代理哈，其实就图一个简单省事儿因为这个流程哈，西北公司它直接帮你跑完，还送你第1年的注册代理服务哈，而且还会提醒你，避免你错过各种截止的日期。好，接下来一步呢就是申请 EIN 刚才讲了，你也可以直接交给注册代理，你也可以直接去申请。那么这个申请的相关链接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里哈，就像我前面提到过的哈 ，EIN 其实就相当于你公司的一个身份证号码，这个东西基本上是一定要有的，因为你以后开公司，你的银行账户、雇员工申报公司的一个税务、申请营业执照这些呢都需要 EIN。申请 EIN 呢，一共有2种方式哈。第一种方式就是刚才说的直接交给西北注册代理，也就是刚才这一步。这里呢，你可以把它勾选一下，这里这个没有社会安全号码，这里把它勾选一下，多$200美金。那这里勾选之后，他们会直接帮你提交，等办完之后就直接通知你。那么第2个方法呢，就是你自己来到美国的IRS 的一个官网免费申请，你可以来到这个页面去在线填写表格大概填表格可能需要花5到10分钟，而且通常提交都能拿到。不过这里有个前提如果你打算自己去申请这个 EIN， 必须要等到你的公司呢已经被州政府正式批准，然后才能在这里进行申请。那么不管你用哪种方法呢，你只要能申请下来呢，我们就可以进行到下一步。下一步就是准备你的运营协议这里有个重点，你一定要知道，在加州 LLC 呢，它的是要求是有运营协议的。不过好消息就是呢，这份文件只要你公司内部使用的文件，不需要提交给州政府。按照加州的一个法律呢，你的运营文件可以是书面的、口头的，甚至可以是默认形成的但强烈建议呢，你一定要做成书面的一个文件这样你可以把这个运营协议呢理解成这家公司的一套内部规则的手册手册里面通常会写清楚这些事情，公司归谁所有，重大决定怎么做，如果以后有人提退出公司要怎么处理等等。那么这个文件为什么重要因为如果你自己不先把规则定好，那出现空白的地方就会自动按加州默认的公司法规来处理，而这些默认的法规呢，未必是你真正想要的管理方式。哪怕是你的公司只有1个人有一份完整的运营协议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呢可以证明你在把公司当成一个独立的法律主体来运营，而不是把它当成你个人的附属的工具以后呢，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一些纠纷或者法律问题这一点都非常重要。那么在哪里去找到这个运营协议的模板呢？这里来给大家讲一个好消息我们可以来到西北注册代理它会提供一份免费的模板给你下载。那这里我们先来到这个西北注册代理的首页，然后找到左上角这里有一个 RES 这里我们给大家翻译一下，可以看到这里面这里有一个法律表格有限责任公司运营协议我们点这个 L17这个法律表格到这个页面之后呢，鼠标往下拉一点这里点一下倒三角，这儿有个有限责任公司表格，点一下它。好，这里你就可以看到了，这里有组织章程、运营协议、有限公司的一个责任公司的决议那我们这里就点这个运营协议。那它里面有很多默认的表格你可以直接下载来用。点进来之后，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呢，你就可以来下载这个文件也可以下载 PDF， 也可以下载 DOC 的文件比如说我们可以点进来看一下，点进来之后看到这里面相关文件你只需要把这个文件呢给它下来把你的内容填好，签字和你的公司资料一起保存就可以了。
关于运营协议呢，你需要知道的重点差不多就是这些内容。好，那这里接下来呢，公司批准后呢，我们要做的事情哈。那我们呢还有一个关键点哈，这个点就是大家最容易漏掉的一个点，就是公司信息备案表。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份提交给加州州务卿办公室的更新的资料哈，主要是用来确认你这家公司目前的基本的信息，比如说公司的地址啊、成员经理人的信息，还有你的注册代理人的信息。那这个表格需要你在你的公司成立后的90天内提交申请，费用呢大概也是在$20左右。如果说你没有提交，那么加州税务局可能会直接罚款$250，而且你的 LLC 呢有可能被暂停资格，甚至被取消。第一次提交完成之后呢，以后你还需要每2年再提交一次哈，这样州政府那边的信息呢才会保持全新。如果说你是通过西北注册公司代理来注册的啊，他们会帮你处理第一次的公司信息备案，但是后面每2年的申报呢，还是需要你自己去进行处理啊。你可以直接通过加州的官方网站呢去在线提交哈，也可以按照 LLC-12 的表格官方说明上的要求呢，选择邮寄或者线下递交。第二呢，加州每年有$800的年税啊，每年需要交 LLC 的公司年税。这里可以看到2021年1月之后哈，这里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哈，其第一个缴税年度无需缴纳$800的一个年度税款。如果说你在1年内注销了这个公司哈，那么你提交一个注销的表格哈，那你也无需交$800啊，这个费用呢是每年要交的哈。这笔钱呢，它主要是交给加州特许经营税务委员会的啊，这个也非常重要。只要你的公司在加州注册或者在加州开展业务，那每年都要交$800哈。哪怕你根本没有开始经营，那一样要交啊，除非你已经正式把你的公司呢注销掉了。对大多数2026年新注册的公司来说，第1年通常也是要交这笔费用的哈。第一次付款一般是在你公司成立后的第4个月的第15天之前的，那么第4个月的第15天之前到期哈，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这个时间来得特别快啊，因为每家公司的具体到期时间还有适用情况都会有所区别哈，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直接来到这个网站看一下，确认一下你的准确的截止的日期哈。这个支付通常使用 FTB3522 表格。另外呢，除了你的公司在加州的收入达到一定的标准，除了刚才的$800呢，你可能还需要额外再交一笔费用。下面大家可以看到哈，这里这一个费用，这个费用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价格哈。如果说你的总收入不超过25万，那么这里呢，你可以看到它这里如果加州的总收入45如到最接近的整数美元为多少？这下面有，如果总收入不超过249999，那费用为0。那么超过了25万到49万多那它的一个费用是900以此类推，下面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你使用的是像西北公司这样的服务哈，他们一般会给你发年报或者说州合规的提醒，但我还是建议你自己在日历里面设好提醒。尤其是这种交税的时间点哈，最好还是不要完全依赖别人的提醒。下一个点就是我们需要把你的个人财务和公司财务呢彻底分开哈，这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你真的想让你的公司发挥保护的作用呢，这一步绝对不能马虎哈。你成立的美国公司的核心目的之一呢，就是为了获得有限责任的保护。简单来说呢，如果以后你的公司被起诉了，或者公司欠账了，你个人名下的资产，比如说房子、车子、存款，理论上呢是可以受到保护的。但问题是，如果你把个人的钱和公司的钱混在一起，那么法院就有可能启动一种方式哈，说白了就是法院可以直接不承认你公司的独立保护地位，去追你个人的资产。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一定要这样做哈。第一呢，是尽快去开一家公司的银行账户大多数银行通常会要求你提供 EIN 公司的运营协议，有时候还会要求一些文件来核实你公司的身份哈。所以我们前提是先把公司开好。第二呢，今后所有的和公司有关的收入和支出呢，都尽量走这个公司的账户，不要
再用个人账户去支付公司的开销哈，也不要拿公司的账户来去刷个人的消费。第三呢，去考虑办一张公司的一个信用卡，比如说办理一家美国的银行卡哈。如果说你要开你的公司账户啊，你就要去申请一个银行的账户，最好呢，你要来申请公司的银行账户呢，你要有一个自己的公司网站。比如说我们用北信银行去申请这个信用卡，前提你最好有一个网站哈，你去申请的时候呢，会显得更加专业一些啊。所以在视频的最开始的时候呢，有给大家提到过啊，我这儿有教大家哈，之前出过一些相关的视频，教大家怎么样建站啊。这里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 Hostinger 呢来 AI 呢Hostinger AI 来快速搭建一个网站啊。这儿之前有分享过哈，怎么样用 Hostinger AI 来建站哈。这里相关的教程我会放在视频的右上角，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那视频的最后我也会简单的教一下大家怎么样去搭建这个公司的企业官网啊，非常简单。另外呢，我也建议呢，你给公司找一个会计师或者说 CPA 啊，注册会计师啊，他们可以帮你处理像预估税款这种事，在哪里可以找到这种。那么专业的事情我们要交给专业的人，你不是管财务的，那你自己没有办法自己来去做。那这种 CPA 在哪里找哈？我们可以在这个网站上面，这个网站叫这个 For， 它里面有很多人专业人士哈。那么我们想要找一些专业人士，可以到这里面来找。相关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来到 Fiverr 之后呢，你可以在这个上面来搜索一个 USCPA 啊，可以看到这上面有很多人呢，他是提供这样的服务的，你可以让他们帮你处理像预估税款这种事哈，也能帮你确认你现在的做法是不是合规。等你的业务慢慢做大以后，很多税务和财务上的问题，他们也可以及时的给你意见啊。这儿相关链接哈，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最后呢，你还可以考虑给你的公司买一份商业保险啊。大部分公司其实都会面临各种潜在的责任风险，与其在等问题真的发生了啊，那还不如提前把这些保障想好。好，最后呢，我来教大家哈，花几分钟的时间来注册一个公司的网站。这我选择的这个注册公司的网站的平台呢，叫 Hostinger 哈，相关链接我也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来到 Hostinger， 如果说你发现你这里是英文哈，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右上角，直接把它切换成一个中文。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用这个 Hostinger AI 来帮我们搭建一个网站啊。做网站其实现在非常的简单，非常的方便，也不需要你会代码，那么直接给它一个提示就能帮我们生成一个网站。这里相关的 Hostinger 的一个链接呢，我也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啊。这里我们搭建网站的话，首先我们需要一个服务器哈。那么服务器就是存放我们网站的文字、图片、视频的一个地方，就像我们家具需要有一个房子来存放是一样的。那么我们网站也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服务器啊。所以这里我们直接就用这个 Hostinger 的服务器。那我们来选一个它的一个套餐，我们鼠标回到左上角哈，这里 Hostinger 的链接大家可以在视频的描述栏和置顶评论区找到哈，打开可以跟我一起来看一下。这儿我们点击这个服务，如果你做的是电商方面的哈，你做的是这个卖东西这些啊，你可以选择点 WooCommerce 的专用这种电子商务主机，可以去搭建网站。那这儿也可以选，我们这儿就选择这个Opers 专用主机，这直接点击进来。好，接下来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它目前有3个套餐。第一个套餐基础版的每月是14.99一个月啊，这里大家看到的是人民币哈，不是美元啊。第二个套餐呢是很多人都在选择的哈，它可以使用 AI 建站。第一个只能建3个网站，并且它是每周备份。大家知道做网站必须要选择一个每日备份哈。那么这个第二个套餐呢是有一个每日备份的。那如果说你的要求更高一点，或者说你想要独立的一个 IP 地址如果说你想要一个独立的一个专属的 IP 地址呢，你就选择第3个网站哈。那么第二个我们就选择第3个套餐。那么第二个套餐呢，它是共享的一个 IP 地址哈。当别人的网站受到影响的时候，那么可能也会影响到你的网站。所以如果说在资金允许的情况下呢，你也可以选择第3种哈。这里是它是一个专属的 IP 地址，可以你的网站可以更稳定哈。接下来呢，比如说我们这里直接选择第3个，点击选择套餐。
好，接下来就是我们要选择一个我们买主机的一个周期啊，周期这里也可以是1个月啊、12个月、24个月、48个月。当然，这个1个月的不建议哈，因为我们搭建网站不可能你只弄1个月，而且1个月它更贵哈，204。我建议呢，越久越好，越久那它相对价格越便宜哈。那48个月是每月是51.99。如果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哈，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的，它这里有一个30天的一个退款保障啊，所以呢大家不用担心啊，你可以至少选择12个月或者24个月。那么这里48个月可以看到了，它还能获得1年的免费域名的一个使用权啊，另外再额外赠送3个月，相当于呢第1年你的域名呢就是免费的。好，接下来呢，当你购买之后呢，你输入你想要的一个域名。刚才给大家讲了，当我们已经想好了公司的名称的时候呢，我们就直接用我们公司的名称来作为一个前缀哈，来申请这样的一个域名啊，你可以把它输入进来去搜索啊，尽量让我们公司的名字和我们的域名保持一致啊。大家可以看，通过其他的你可以看一下，比如说这个Fiverr 它的域名就是 fiverr.com， 那么就像这个 DeepSeek 啊，它就是 deepseek.com， 那么你的公司也是一样了啊，争取和你的公司是同一个名字，这样呢更专业。想好了你就直接在这里填上哈，在下面就有相关的哈，可以看到首年呢它是免费的哈，首年是免费的。如果说你的域名暂时还没有想好，那也没有关系啊，你这里先不要去填它，等后面想好了再来申领这个域名呢也是可以的。好，这儿选好之后，我们就接下来点一个继续。那么如果说你还没有注册的时候呢，那它可能会跳出来让你去注册一下哈，去注册一个 Hostinger 的账号，那你用你的邮箱密码去进行注册就可以了。那这里呢我已经有了，我就直接登录进来了。进来之后，这里就接下来就到了付款的一个页面。那么付款可以看到哈，这里有几种付款方式，比如说用 PayPal 啊，用 Google Pay 啊，支付宝啊。大部分国内的伙伴会选择用支付宝去付款啊，这里就选择支付宝，选择支付宝啊。这里呢还是不用担心哈，这个 Hostinger 它有一个30天的一个退款保障啊。如果说你30天以内不满意，到时候去申请退款就可以了啊。这儿直接点击去付款。那么这里它会给你显示的是一个美元，但是你扫码的时候，那么我们会换算成人民币去直接去支付，扫码支付就可以了。当你付款完成之后呢，它会向你的邮箱呢发送一些信息啊。如果说你下次再想进入到这个 Hostinger 的后台，那么我们来到 Hostinger 的首页，点击这个右上角点击去登录就可以了我直接用我的账号进入到 Hostinger 的这个服务器的后台。好，来到后台之后呢，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用 AI 快速的搭建一个企业网站这个呢就是 Hostinger 的服务器的后台非常的简单，左边是功能。那么我们在左边这里选择网站，这里选择网站列表，接下来这里直接点击这里添加网站。那么这儿呢，我们就直接选择这里 Hostinger 建站助手。好，我们直接选择 Hostinger 的建站助手用 AI 的驱动建网站会更方便。好，那接下来就很简单了。一般几分钟就能帮我们建一个站这里描述一下你是做什么网站的。这儿不知道的情况下，我们截个图截个图。那么我们还是去问 GPT， 我的网站叫什么名字复制一下。我想做一个关于电脑主机的企业。好，这里我们给他一个这样的提示，我的网站叫什么名字？我想做一个公司网站让他帮我们写一个提示。那我的网站呢，制作是跟什么相关的让他英文回复，并且不要超过多少字符因为真正网站这个提示呢，它是有一个字数的一个要求这里所以让大家一定要拥有一个 GPT 它能帮我们做很多事情，相当于你花钱请了一个助手什么都能帮你做，只要是文本相关的这儿如果你还没有 GPT 视频下方有 GPT 的一个独立账号，可以直接去购买，也可以直接去让他帮你代充去升级成 Plus 版本。看不懂的情况下，也可以叫他翻译一下这儿我们直接帮他复制一下我们把它输入到这个里面，点击这里箭头符号可以看到它就正在帮我们准备这个 AI 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进度这里一个进度条非常的快那么如果说有详细想要了解如何使用这个 Hostinger 建站的朋友那这里之前我也有出过相关的教程我会把相关教程放在视频的右上角更加详细的一些教程大家可以去看马上就好了。 OK， 可以看到这里一个网站就已经建好了这个企业网站。那这如果说你想改，可以看到在右边这里查看并编辑你的灵感，这里你想改一下也可以去修改
那么这儿啊，我个人觉得哈，可以看一下啊，它的一个整体哈，有些相关的一些页尾都有了哈。我们这儿直接点一个继续。好，接下来可以看一下这一个现成的一个网站就有了啊。这里我们可以对它进行文本修改，也可以对它进行各种元素啊，或者增加一些你想要的按钮都没有问题。那么这里有一个编辑模板哈，你可以点一下它啊，每一个区块都可以修改，看一下每一个区块都可以，你选中这个区块，这里有编辑板块哈，这里替换视频也可以哈，你想要去把它更换图片都可以，颜色也可以替换啊，我把它换成一个这种换成图片形式的也可以。好，第二个每一个区域哈，这里可以看到哈，都可以改啊，可以去编辑图像，也可以生成图像，也还可以删除图像，不想要你也可以把它隐藏。那文字这里也是一样的啊，都可以改，比如说我这里改成一个关于我们这都可以改啊，所有的文字这些都可以改啊。那你还可以在这里，比如说添加板块也是可以的，这中间比如说添加一个区域也是没有问题啊。这边有元素可以添加哈，这边有样式，有 AI 工具等等这些哈，大家都可以来看啊。好了之后呢，直接去连接域名哈，去发布就可以了啊。现在其实搭建一个网站，看一下就是这么简单。那这里建好之后，一定要去连接域名哈，用我们自己的一个域名哈，因为它里面是一个2级域名。那么你连接之后呢，才是你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域名。那你可以预览一下哈，其实这个 AI 帮我们搭建的网站呢，非常的简洁，非常的专业啊。这个我们只要改一下里面，把它内容改成你自己相关的就可以了啊。这样你看一下啊，这整个看起来还是挺专业的。这里你还可以看一下手机端的一个效果哈，手机端的一个效果怎么样，布局怎么样啊？它的适应还是可以哈，不管在手机端还是电脑端哈，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好，那这个就是快速的搭建一个网站。本期视频就给大家讲怎么样去教大家注册一个美国公司的一个整个流程哈，希望对你新手朋友能有所启发。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呢，记得订阅并点赞。那么这里如果说你也想要去做跨境电商，想要去做一个 Shopify 独立站的朋友呢，那你可以来看我的这一期视频，新手零基础建站1.4小时的一个完整教程哈。这儿呢大家可以找到相关链接，我会放在视频的这个右上角。那这里我提到的所有的相关链接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啊。平时跨境电商一些好用的工具呢，我也会把它整理好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和置顶评论区啊，大家可以去评论区去找到相关的一些链接啊，可以跟着我的视频一起来操作一下啊。有问题呢也可以留言。有已经开始做的朋友啊，想要去做 TikTok 广告的朋友呢，也可以来看我的这个视频哈。那么 TikTok 怎么样去投广告，让我们快速的去让我们的产品有订单啊，这里相关的一些教程大家都可以来看哈。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视频再见。